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vin。昨天索尼推出了 A7C2 和 A7C2， 相信不少人都已经准备下单了。本期视频我将会分享一下我对这两台机器的看法，还有作为已经购买了6台索尼 A7IV 用家的我，为什么并没有感觉被背刺了。首先从各大测评和参数来看，我是非常推荐爱好者和普通玩家去购买这两台机器的，特别是 A7C2， 它拥有和 A7IV 几乎一样的参数，甚至是青出于蓝，还比 A7IV 多了 AI 对焦芯片，多了一些全新的视频拍摄功能，还可以导入 LUT 观看 S-Log 的画面。那以上这些新功能真的是让我非常羡慕。那如果你们只是普通爱好者，想购买一台性价比高、颜值还不错、轻便的相机，用来记录生活和拍人像， A7C2 真的是我目前最推荐的一台入门全画幅相机。但是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个人呢是并不会去考虑的。首先 ，A7C2 只有单卡槽。那虽然呢我是职业摄影师，但是呢也并不会每一次拍摄都会同一时间把文件记录在2张卡上面。那因为如今 CFE Type A 还有高端一些的 SD 卡，其实质量都还挺好的，极少会出现丢素材的情况。那按照这么说，单卡槽其实影响也并不大。但是在某些时候，双卡槽的好处并不仅是可以用来备份文件，而是有以下的优点的。第一，就是可以防止忘带卡。那一直以来我都会在相机上面同时放了2张卡。那日常拍摄我只会记录在1张卡上面，那回家呢就可以把卡导入文件。那就算我忘记把卡重新插回相机里面，那相机里面还是有1张卡在的。那出门拍摄也不会出现忘记带卡的尴尬情况。那第二，长时间拍摄视频的时候，如果1张卡满了，就可以自动记录在另外1张卡上面。那这一点呢是可以大幅降低长时间录制的时候需要停机拔卡换卡的可能性。那第三，可以备份。那在拍摄工作的时候呢，我时不时都会遇到只拍而不需要负责修图的情况。那如果有双卡槽，我会同时在2张卡作为双备份，1张卡是我的，那我拍完了自己去留一个底，那1张卡呢是别的摄影师的，我拍完就直接把卡交给他，让他来去统一修图处理。那第四，可以传输文件。那有的时候卡1我使用的是这个 CFE Type A 的卡，那刚好拍完了，我要交给其他人去做导出和处理。那如果呢我并没有带读卡器，我就会把 A 卡的内容直接在机身上面复制到第2张卡的卡槽上面，这样子呢我就可以直接把第2卡槽的 SD 卡交给别人去做导出还有处理了。那这一些呢都是单卡槽并没有办法做到的。A7C2 和 A7CR 都没有这一根摇杆。那虽然呢，索尼机身的自动对焦真的很强，但是呢，我日常拍摄工作中，我大部分时候都并不会去使用全区域自动对焦，而是使用大、中、小的点对焦区域。那在拍摄过程中，无论我使用的是 EVF 还是屏幕取景，我经常都会使用这个摇杆来控制焦点，而不是触屏对焦。那没有摇杆呢，对于我个人的拍摄习惯来说呢，是真的不太方便。A7C2 最高快门速度仅有4000分之1秒，而 A7IV 还有 A7R5 呢，则可以达到8000分之1秒。那虽然正常拍摄，就算搭配索尼的50毫米 f1.2GM 全开光圈，在大太阳底下，基本上都不会去到8000分之1秒。但是5000分之1秒或者6000分之1秒的快门速度呢，还是有可能去达到的。相比 A7C2 呢，对于 A7CR， 我觉得还是一步到位，选择 A7R5 吧。毕竟 A7CR 呢也是真的不太便宜啊。最近这1年，索尼实在是推出太多性价比极高的青春版相机，无论是 FX30、ZV-E1、A6700，每一台都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不过不可否认，它们都是非常适合新手和普通爱好者购买的。但是作为职业摄影师，我并不认为它们是适合拿来干活的好机器，但是它们绝对是用来记录生活和旅游的好相机。
那最后我真心希望索尼可以尽快推出一些固件给 A7S3、A74，让老用户感受一下新功能吧。那实在不行了，你快点推出下一代机型也可以啊。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赞、投币、留言，还有分享出去，还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